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6号，星期六，今天有意思啊！2026年6月6号，来，水，今天迟到了，差点，还有不到半分钟就集合了，我到了。今天是周六，我们集体跑的日子，我看看今天能不能跟着大家的配速跑10公里，最好我想的是能跑到15公里。但是还是略微有些虚弱，如果快就10公里啊。本来今天是第5天，应该休息了，但是我一想这次这个比赛生病影响挺大的，我下周末有一个场地赛，所以还是得稍微拉一拉。昨天其实晚上出去了，昨天睡得晚，但是前天睡得多，挺好的。合影了。我跟大家跑10公里，3分45。お、増えた。3人、よかった。3人有利ちゃう。はい、じゃあ頑張って、はい、3分45からい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。走。第1公里3分43。到。10公里3分44。哎，来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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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3分39。啊。
快到！3分37，还到，大家都在ます。啊，都在ます。哇，哈，37分11的10公里，怎么累成这样？水都看错了。本来热不是原因，就好久没上这个强度了。从5月15号到现在半个月多月，20天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一会儿咱们看看详细数据，喝口水。这个是完全无糖的电解质粉，我夏天准备这个特别好，加油！夏天准备这个特别好。总喝有糖的，反正我不习惯，就我愿意喝是喝，吃是吃。就是如果我是正常的身体，今天周六一起合练跑20公里，这个天气10公里的时候，我吃一个能量胶，普通的，就是喝的我还是习惯喝没有糖的纯电解质。喝有糖的感觉比吃能量胶要就没那么直接，我还是喜欢能量胶那种，一吃进去。差不多对我来说，1-2公里，我身体就有感觉，那个感觉。你看他们2位差不多是4分配，一会儿离近了看看他们的速度，感受一下。就是像4分配，别说4分配，就我这种马拉松配速3分40多，稍微远一点看就显得特别慢。看今天详细数据啊。10公里37分11，平均配速3分43，基本上就是我正常时候的马配，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中等。那今天的训练重点已经变成阈值了，就说明我最近手表判断我练的少了。平常这个我大概到不了阈值，可能有氧效果是维持，无氧效果也是维持，录一个运动感受。开普敦之前生病到现在第一个有点距离的强度还可以，最快1公里3分34。再跟大家说发生什么，大概在4公里不到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，然后田中女士的鞋带开了，然后她天天来系鞋带，因为鞋带开了，其实跑步挺危险的，如果你踩上以后那脚往起抬，就摔倒了。然后停下系鞋带，然后我就和另外一位先生，我们拉开了一点距离，我放慢了一点，放到了4分，然后大概慢了200-300米。就是你这时候后边的人，如果想追，有一个看着还有机会追到的目标，会比较有动力。然后之后田中女士追上来，我们就一起加速，所以中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挺快的，但不是这个3分34。那1公里停了一下又追的。那公里配速是3分48，到最快3分34，最大心率181，平均心率173，可以。
累计爬升34米。对，我们这个一个5公里有一个上坡，那个上坡是挺陡的。对，一个上坡可能17米到18米的样子，平均步频203，步幅1.33米，垂直振幅比5.1，垂直振幅6.8厘米，平均触地时间166毫秒，可以。今天穿的是最早那双6E，已经差不多1000多公里了。世长节第一场比赛是去年的富士山马拉松，下大雨那天，很多小伙伴面临一段时间的停跑，不管是生病也好，受伤也好，工作变化、生活变化，都会有。我其实有过几次，就真正跑得好了以后，其实我有过2次，就最近这7年差不多有2次，一次是那年2022年搬家，倒没停跑，但是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跑强度，大概那次我大概有1个月没有认真跑强度，就自己跑过1-2次，唯一的一次想努力跑强度去那个昌平那个未来科学城那田径场，他在田径场早上起来天不亮的时候随便，但是那天田径场也关了，我背了一包我在马路上跑了，我印象中是几个1.6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那是可能算是那段时间唯一一次。来到，哇，好快呀！之后就是北马，你看北马就显现出来了。北马一开始还努着240以内的配速，3分45在前进，到了28公里的时候，其实没到28公里就开始掉了。我习惯把一场马拉松分成3个14公里，就是1/3、1/3、1/3这样看，对不对？然后到28公里的时候，已经慢过240差不多20多秒了，那就肯定没戏了。就千万别幻想着最后能反杀，基本上不可能，普通人基本不可能的。那就体现出来了。第二次就是之后没有多久新冠了，停了1个礼拜，7天。就这2次，如果还算有的话，可能有半次是，23年的2月1号刚搬到这儿，那段时间各种事儿，这跨国搬家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就忙。那段时间没练强度，但是呢，那段时间有一个东京马拉松，23年的3月，东京马拉松跑了个247，等于就拉了一拉，就心肺能力没有掉太多。但是紧接着又接着忙到了4月份的波士顿马拉松，不就跑崩了吗？就抽筋了，跑了个2小时56，抽筋了是真的没办法。那就是有氧还凑合，因为那天我本来就没打算跑快，知道自己的心肺能力、顶的能力下降了，但是肌肉能力下降，肌肉耐力下降了不少。然后这就是这次明显的感觉。就是到最后那点，就是阈值能力下降，就是人一停跑，最先下降的其实就是你的阈值能力，就是你顶到那个心率不行，就说白了就是马配，就是高手的马配，然后稍微弱一点选手的半马配，或者是很初级跑者的5公里、10公里配速，在这个配速下，你觉得很顶不下来。我现在就是这样，但是呢。你这个状态下，如果你不放弃不跑，还慢慢的，你慢慢的你的有氧能力也会跟着下降，除非你什么时候再想开了再往上顶。我的判断是这样的，这个事儿就是，人们总说有氧恢复要慢，但是事实我的操作，我觉得最先下降的是马配下，就高手，刚才说了一遍，这几个配速下，就这阈值配速下的顶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用，你看原来像今天这种我跑20公里。或者15公里再热一点，你不要用20和15公里就一下想回到以前那样，那不可能。但是你可以用5公里、10公里，或者是间歇跑。你看我周4这次是5个1公里，然后呢，今天又刺激一下。那我相信这2次刺激到下周，我下周周末的那个场地赛再刺激一下，我应该就完全回到以前的状态了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你。就是你撑开了一个比方就你压腿也好什么样，你撑开了，你好长时间不动，你再一动，你肯定觉得特别疼。但是呢，你要比从来没压过的人要恢复的快得多，并且肯定能够恢复，就这么回事，好吗？那喝点水，冷身回家。
哎，小伙伴们，2026年6月6号，全是6的一天。今天是第5个训练日，这次连续练5天，是因为前面几天在恢复状态，跑量非常少。5天2个小强度，算是我觉得应该是找回了很大一部分的状态。下周就是应该完全能恢复的一周。今天3公里热身，4公里冷身，中间一个3分43的10公里。1壶水，可以。今天下午咱们直播间见啊！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